诸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海陆空大决战。日军的主力从日本本土，从东北，从华北，从青岛，从台湾，全部被吸引到了上海，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近100万，全世界为之哗然。我们从东往西打，日本人从西往东打。目前，在小固宅、大厂、走马塘、新京桥、唐家桥一线，双方呈焦灼状态。开战10几天，我们已经让敌人损失了8万余人，很了不起啊！当然了，我们的伤亡也很大，已经超过了20万。就在昨天晚上，朱耀华将军眼见一个师全部覆亡，而阵地却没有守住，羞愤绝望，最后拔枪自杀了。知道记者们是怎么形容的吗？说淞沪战场是绞肉机，是人肉磨坊，是大熔炉，扔进去一个整营，有时不到10分钟就没了。我们不是整团，而是整师的在消耗。留学德国，日前已经应召返回的黄维将军，昨天从上海考察回来，见到我这样感慨：壮哉，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我们的人多，比日军多3倍，但日军的火力比我们强100倍。尤其是长江口的那艘加贺号航空母舰，每天要倾泻几百吨弹药，是蒋委员长眼中的钉子。听清楚了，不是肉中刺，是眼中钉。我今天来，就是拜托空军替委员长拔掉这颗钉子。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吗？啊，陈总指挥啊，是这样的，日本的航空母舰周围有密集的防空火力网，我们的飞机啊是钻不进去的。你不钻怎么知道啊？空军是委员长手里的王牌，打一张少一张。山东的韩复榘也是用类似的托词消极避战。陈将军此言差矣。中国空军不是韩复榘。可问题是，我怎么回委员长的话？长官，把加贺号交给我们第4大队吧，我来试一试。把门打开。藤野教官，学生们来看你了。不必称我教官，我们是战场上的敌手。可现在，你是我们的俘虏，更不能称你为敌手，还是称呼你为教官吧。那个吴海文，他怎么样了？牺牲了，不过是自杀。如果我没记错，我跟你们说过，身为一个军人，应该各司其职。如果在战场上狭路相逢，谁也别说软。
这包括我和你们，是不是？胡元先也说过，如果你被击落阵亡，我们会给予后葬一些师生之意。我知道，谢谢你的好意。对了，请向你们政府有关方面转达我的请求，请自我速死，可以吗？你说的这个我能理解，不过这个4号监关的不是死囚，你想速死不太可能。而且我们抓到的日本俘虏不多，你又是贵国的王牌飞行员，我们会视为珍宝。难道你们想拿我来炫耀你们的战绩吗？不仅如此，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你能够给我们帮助。以你现在的处境，这对你有好处。我还能帮什么？难道让我再当你们的教官？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不会反对。这怎么可能？我绝对是为日本天皇效忠的。那我们就以同行的身份，最后一次商讨空战，这个你不会反对吧？那当然，请说。我应该以什么方法，才能以最小的伤亡代价炸沉加贺号？我不勉强你，你可以不回答。唯有人机一体，别有他法。可是我听说，加贺号的防空火力几乎无法穿越。你们现在有谁敢站出来？有谁敢站出来？我立刻给你们密电码，然后只要用无线电发出这个信号，地方的防空火力网会网开一面。到那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来不及了。那当然了，现在全世界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先锋特工队才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大队长，我去。你别去了，刚谈恋爱，我去吧。哎，我是你们队长啊，一大笔抚恤金的。来，行了，别争了。这事儿得看命。把你们的飞行证都拿出来。哎，你不行，我为啥不行啊？一大笔抚恤金呢，这是啊！别跟我扯犊子啊！我会算账。我这个大队长可没得航母之前。很简单，我事先声明，如果是我抽到的，李桂东接任我的职务；如果李桂东抽到的，申一奇到，你接任李桂东的职务。是。哎，你不行，又咋的了呢？你是我们队长啊！来，我们来。不是，老师来吧。特约教官，特约教官，还是你替我们抽吧。204，我的，都别争了。该你了，藤野教官。
这是密码。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曾是你们的教官，你们的生死崇拜，也光火的荣誉，你们忘了吗？你扯犊子呢？啊？知道东北扯犊子是啥意思吗？我不知道。我更相信你效忠的是日本天皇。那当然绝对是。那你怎么解释你的背叛行为？别跟我说你怕死。谢谢你。有一种背叛，同时也是一种忠诚。我在中国任教这么多年，我看到了，中国军民都有一种抵抗意志。我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中国只可吞噬，不可鲸吞。中国好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烂泥塘。对不起，我真的没有什么再好的比喻了。外来家一旦陷进去，想拔掉很难。从特定意义上说，我真的很希望这次淞沪决战，你们能够给我们日本来个重重一击。日本如果因此停战，重新调整战略，好好谋划，那对日本只有好处。这么说，你觉得可信吗？如果家和好成了，我会回来请你喝酒。等一下，我有一个请求。在狱中我辨不清方向，大日本帝国在哪个方向？谢谢。天皇、陛下殿。日本を救うために、多くの命を救うために、この戦争を終わらせます。反逆行為をお許しください。どうか私の死をもって忠誠を証明させてください。爸妈，淞沪决战正酣，你们接到这封信时，儿已经殉国了。至此危亡关头，有子能死国，你们足可疗慰。我改造飞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掩护任务。道理很简单，因为日本的96式比我们的霍克3要轻巧。你想怎么改？把那些没用的部件全部拆掉。比如说，油箱前面的整流罩，还有备用油箱，以及机翼下面的炸弹架子，
还有起落灯，把这些通通拆掉之后，我相信飞机的速度和它的机动性会大大提升的。你说的太随意了吧？你以为美国的设计人员都比你愚蠢吗？战时之时，改装是大事，我这个副总指挥说了不会算的，恐怕总指挥也说了不算的。那你就请示一下秘书长不行吗？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啊？除了委员长，谁敢惹他？可是我没有时间了，我7点钟就带队出发。你给我听好了，我现在要是私自改装，我是在违反军纪，你非得在这个时候逼我吗？你听着，徐峥的死我一直耿耿于怀，你知道吗？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就是在很可怜的在求你，我求你恩准我改装飞机，这总行吧？你敢立军令状吗？可以。如果飞机因为改造损失了战斗性能，我愿意承担任何处罚。我告诉你，我的军令状里边包括枪毙。我猜到了，随便你吧。那就拆吧。喂，是我。我说你有完没完？我忘了跟你说个事儿。我想在行动之前授予沈以勤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因为这小子他受过处罚，被押赴过刑场，但是没有立过功。高志航，你不要太过分了。青天白日勋章，你以为是萝卜青菜吗？它是国家的最高荣誉，得此章者，必得是有玉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是，但也请您好好想一想，难道加贺号顶不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吗？我可看过勋赏条例，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授勋。好，你说说看。第一，运筹事宜之获全胜者；第二，战斗间处置妥善，使全军或一部得重要胜利者；第三，最困苦时依然奋起战斗挽回颓势者。你这些都说的太勉强了。我告诉你，我也想休息了。请您听我把第9个说完。空中轰炸命中敌军之重要根据地，高级司令部兵工厂巡洋舰、驱逐舰，使其全灭或沉没，并有确实证明者。你这是混账话，谁能证明？炸成以后的事，谁知道？你的人还没上天呢。是。蒙毛副总指挥厚爱，我代表他本人向您表示，为国捐躯乃无上荣耀。晚安。沈以勤，到。你刚才都听见了，毛副总指挥答应授予你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谢谢大队长，这是我给家里写的信，我没时间寄了，大队长帮我寄出去吧。
我们几次见面都屡有抵触，而今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终于牵手建好。所谓琴瑟和鸣者也，吾心甚幸矣。不孝儿，深以情叩首。月儿，找什么呢，丽儿？长官打电话要一个青天白日的勋章。什么样啊？盒子是一个红蓝条的，里面有一个青天白日的国徽。我还真没见过，要明天再找吧，那么晚了。不行，他现在就要，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吗？半夜3更不睡觉折腾啥呀？让不让睡觉啊？都找什么呀？就这玩意儿啊？对，就是。怎么的？半夜3更，他是睡糊涂了，他是喝多了，就带这玩意儿谁看呢？送去。小心！立正！下岗前！向前看！昨天晚上，我们4大队又有一件喜事儿。看到这个了吗？这里面装的是青天白日勋章。昨天连夜南京派人给送来的，啊！都看看。陈以勤出列，到！青天白日满地红，自民国建国以来，售出不到60枚，啊，这授勋的呢，大多数还都是将军，有北伐的，有5次围剿的，还有中原大战的，但那些老子不稀罕，啊，老子稀罕这枚。因为这是打小鬼子得的。沈以勤，到！你不单单是4大队的光荣，更是中国空军的光荣。给大伙整2句。是。大队长让我整2句，那我就整2句。我还是别整了，我怕把你们给整哭了。看见没有？青天白日勋章，全军不过60枚。我有1枚，我的。今天我配上了这枚勋章，我就没有回头路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和兄弟们一起集合，也是我最后一眼。看看我们4大队
咱不行哭的啊！大老爷们哭啥呀？保重，好好打鬼子，保重啊！好兄弟，保重。李队，保重，便宜你小子了。这可是一大笔抚恤金呢。我命好呗，修来的，你想要吗？好好修，下一个就是你。保重。对不起。看见没有？青天白日，嘿嘿，我的，欺负我呀，欺负我呀，让你跟吴海文在欺负我，说我胆小。哎，今天我挂上了青天白日，我就要给你看看，我还要给小日本看看，我不是孬种。嘿，我就欺负你怎么了？我就是喜欢欺负你。沈以前，你记着了，不光这辈子欺负你。下辈子我跟你在一个大队，我还要继续欺负你，你知道吗？大队长，下命令吧！向左转，登记。海軍省には規定がある。新兵は3ヶ月の訓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で戦闘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は贅沢な話だ。必要はない。1日で十分だ。1日で君たちを戦地に帰る。私が陸軍の友人頼んだ新兵用のものだ。今までの仕事と同じように人を殺すのも楽しみがある。君たちはつまらない時、退屈の時、余計に感じることだ。刀。よし、これ持って。心臓はここだ。隊長、その必要はありません。教えられなくても心臓の位置ぐらいわかります。お？心臓を刺すな。心臓以外のことを刺せ。人たちでやって面白みがない。君が
死の恐怖を経験し、君の神経を超えた時、それは全て楽しみになる。フラチ、お前は先にやれ。やれ！やれ！呀！88的人从来不会跪着死的，来吧，狗日的！你是88师的少尉排长，老子杀了你们6个人，已经够本了。お前聞こえたか？你也是88师的？我不是，皇军万岁！我是东北的难民，我就是个找鞋的，我看热闹让你们传来皇军万岁！沙特就像上小学一样。あ、そうだ。お前ら中国わからないのか。まあ、鶏殺すような、殺せ。こいつはシナ人の鶏だ。殺せ。どけ。殺せ。よし。殺せ。当初我兄弟在奉天没敲死你，我他妈弄死你！刘，喂，敵だ！そこだ。204报告，3点钟方向发现敌机群，需要拦截。201明白，我们负责拦截。
车了。哎呀，你打他干什么？你继续往前开啊！秘书长，我们还是回撤吧。说好了，我去前线慰问伤员的，这里还算不上什么前线嘛。可再往前就更危险了，下官无法保证您的安全呐。几十万将士为国捐躯，我多何不可？秘书长，没事没事，蒋夫人，秘书长，蒋夫人，秘书长，蒋夫人，蒋夫人，蒋夫人。 Oh, thank God you're alive, Madam. 蒋夫人 Wake up now, please. Open your eyes. Look at me. Oh God, she's unconscious. Maybe only God can wake her now. Oh, I know, Madam. Your face is muddy. Your body's muddy. Your clothes are all muddy. You're a beautiful woman. You can't look like this. If you look like this, the whole world will laugh at you.围着我干什么？ Help her up. Come this way. 快走，快！ Madam, rest away. Are you feeling any better now? I cannot breathe without feeling pain. I think I broke my ribs. I'm afraid that only leaves us one choice. Going back to Nanjing? Of course. You're gonna go greet the soldiers at the front with a smiling face, with a happy face. You can't look happy like this. If needed, I can always smile. Let's go. Let's go. Mind here. 别装死了，就胳膊上打了个洞，顶多摔个脑震荡啥的。醒醒，醒醒！我这是在哪儿？哎呀，你要还认识我，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去跟队长说，人没事了。怎么样？我枪呢？ 拿着，汉贼不两立，开枪吧。你这是委员长在民国25年说的话，现在是民国26年。队长。 哎，这是我们沈队长，沈以勤的哥哥。你好。没认错吧？他就是报纸上那个高志航。咋能错呢？我跟你说过，他当过长官呢。你的名字在延安叫响了。朱毛代表八路军新四军联合发电给南京，向淞沪大战的国军将士表示敬意。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现在想知道，啥时候能让我回建桥？我们正在和南京联系呢，应该是
3天之内的事。谢谢。秘书长好。我代表所有空军将士来看望您。今天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是，夫人堪称抗战楷模。过誉了，过誉了。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哦，您那天到前线慰问的时候，4大队沈以勤用自杀的方式重创了加贺号航空母舰。哎，怎么才告诉我呀？那天您住进了医院，昏迷不醒。日方什么反应？日本国内的舆论一片震惊，称我方的阻截终止了日方3个月亡华的神话。很多女人啊都哭到街上去了。又据说，日本空军新近流行一个咒语，说要让谁倒霉，出门就让他遇见高志航。哦，对了，高志航怎么样了？如实报告，他受伤了。迫降后，人落到了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的手里，不过伤势不重，我们很快就会把他接回来。坦诚地告诉我，你对这场战争乐观吗？乐观。理由呢？理由之一嘛，古人有话：“义者百世之始，万历之本也。”这场战，中国是正义之师，战万历之本，该赢，而且必须得赢。你我都不想当亡国奴。我跟贵党的上级军官有接触，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乐观。我的乐观和他们没有关系。我知道，我爹、我娘、我闺女、太太，还有大老刘啊，大老刘是我的外甥，跟老家长破鞋的。哦。还有我的勤务兵和弟兄们，他们都想赢。中国能不能赢，关键在他们。再说别的理由呢，那就是你们共产党了。怎么讲？要不是我亲眼所见，真不相信你们抗战是有诚意的。可我什么都没说，你知道吗？同在一个抗战序列，南京只划给了我们抗战的地盘，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枪支、弹药、粮饷药品，所有这些都靠自筹。刚才报告的军官是营长，穿得像叫花子似的。我们就靠这样的条件，拖住了日军驰援上海的一个连队。那你应该直接去南京，找委员长发牢骚，啊？为什么不说说我弟弟？非要等到我问吗？你就直说吧，我和你一样，都是从死人堆爬出来的。沈以勤驾机撞成了加贺号，他留了一封遗书，我让勤务兵寄到你们老家去了。里面有一段是说到你的。他说：“请转告五哥，因两党两军之嫌隙，多次见面都与有抵触。而今有了共同的敌人，终于可以牵手牵好。所谓琴瑟和鸣者也。母心幸甚矣。”
高志航被接回南京后，先在杭州广济医院接受治疗，而后又转去了武汉一家医院。按医生给出的诊断，他伤口痊愈至少需要4个月。这样，1937年的9月中旬，他被一架专机送去庐山疗养。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战争远去，陪伴他的是美食美景，还有2个女人的悉心呵护。哎呀，老大爷，你说你你整天撸的个驴脸，你差啥呀？啊？蒋委员长不是奖励你15000块钱吗？咱有吃有喝的，我们娘俩还陪着你笑脸儿。你说你这，哎呀，你就真是个英雄，你也不用在家人面前装啊。怎么样，把妈惹急了吧？我烦心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那你哑巴了，连个屁都不放啊？前天我和南京通电话，说笕桥机场让日本人给炸了。昨天呢？昨天报纸上说中国空军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现在呢？上午广播里讲，说日本人从海上增兵上海，他们从金宫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嘴、曹记这几个重要战役点同时登陆。再往下就该是黄浦江了，那可是战役的临界点啊。是你跟我说这些，你说是我懂啊，还是他懂啊？柳良他妈懂。我可不懂。你来庐山是养伤的，养伤需要好心情。日本人要是过了黄浦江，就会占领松江地域，到时候沪杭铁路会被切断。北面，日本人要是冲过苏州河，那上海的70万国军就会背负受敌。这样那样就扯犊子了。你跟我说这干啥？你说这不让我着急吗？你说呀，你妈呀，啥忙都帮不上。我要是能变，我就变一个炸弹，我大卸8块。不行，我变个2踢脚，把他们崩了，我这心里也舒服。你说，妈呀，妈就是个没用的人。你说就能帮你带带孩子，做做饭。妈还是个臭嘴呀，连哄你都不会呀，妈。妈，不该跟你说这些。长官，咋了？蒋夫人来看你了。在哪儿呢？在你房间。你妈呀，看我干啥呀？快撒丫子！哎，把这个给他，快去。笕桥机场被炸之后，日本人放出话来，说中国从此再无空军了。秘书长，我们还有多少飞机？损失惨重啊，只剩下30几架飞机了。程程刚刚给我来过电报，说日本空军恣意横行，我们的各路守军只能徒自望空兴叹。秘书长，如果你能够解决飞机的问题，我可以向日本人证明中国空军依然存在。就想听你这句话。下面说的每一句话，你可都要听清了。是。因为海上、空中的交通线都给日本人卡死了，委员长决定用高价收购一批苏联的雅克战机。第一批货1周之内就可以到达兰州了。但是，我需要找到一个可以类比高志航的指挥官，带领飞行员前往接机，并在短期训练之后
重新投入淞沪会战。不用类比。如果秘书长信任我，我愿意亲自前往。可你这伤口还没痊愈呢。我还有右手，右手一样拉操纵杆。我问过医生了，如果你这伤口复发了，你这左臂可能致残。国事为大，伤势为小。那你更要听清楚。我和周志楼商量了，准备向委员长建议改组空军，重组驱逐机、轰炸机、运输机3个大队。你将出任驱逐机大队的司令。志航会以行动汇报秘书长和委员长的信任。就这样，高志航没在庐山待几天，就赶回了杭州的笕桥。据叶荣然的回忆，高志航在下山的路上不停地哼着歌，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哨兵就剩你一个了。2个，各守1个门，支援留守。其余的人呢？除了死的伤的，没剩几个了。上头有话，4大队临时遣散，编到其他的部队了。本来我也可以撤离的。那你为啥不走？滚蛋！4大队姓高，及时滚！我也要等您的命令。听见了吧？没有啊。仔细听。通知4大队所有活着的人，就说高志航回来了。是。来，我听好了啊！我上来宣读一下命令，都坐下。资调升驱逐机第4大队队长高志航为新建驱逐机总队司令长官，同时兼任辖下第4大队队长。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我还要告诉诸位啊，我已经取得了上峰的同意。如果我阵亡了，由第2大队队长李贵东接任我的职务。如果是李贵东阵亡了，由第3大队队长刘翠刚接任李贵东的职务。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我听说你那个4大队长的简直是毛帮出的建议。我也听说了。知道为什么吗？我只知道上海快守不住了。白崇禧找老头子哭闹，说队伍再不撤下去，这队伍就都得垮了。委员长让我当这个驱逐机总队司令，是为了让我守南京。这就对了。啥就对了？
据说蒋夫人在会上特别提出，念及你的伤情，说驱逐局司令以指挥为主，可以不驾机。毛邦初不好反驳，只好让你兼任第4大队长，你想不驾机都不行。不是，哎，你究竟想说啥呀？毛邦初想借日本的手干掉你，知道吗？现在正是战时啊，应该精诚团结，别说这些挑拨离间的话。好，算我没说行吗？我只是想提醒你，不然早晚一天会死在他手上。上次你落到西四军手上，毛邦初就向军统人放风，说此人一向有反骨，若是投奔共产党，后患无穷，还不如趁早。哎，你要是不信的话，我让军统的朋友把资料给你调出来，连行动计划都写好了。后来只因为蒋夫人的一句话。蒋夫人说啥了？说，连高志航都信不过的话，国军还有可信的吗？我想不明白。你有3个必死的理由。第一，战功卓越，你夺了空军所有人的风头。第二，你深得蒋夫人的信任，有可能取代毛邦初。还有第三，也是最致命的，毛邦初怀疑你通过许征掌握了他的命门。谢谢。不过，我也知道，上海沦陷之后，就该是南京了。南京可是一国之都啊！真要那样，那咱们当兵的可就没有脸面去面对国民了。让我守南京，不用他毛邦初给我下绊子，老子也会亲自驾机。与其被自己人背后捅刀子，不如死在天上。死在小鬼子手里。报告，总队长，这是一封刚收到的电报。什么？啊，13架苏联雅克战机马上就要飞到河南周家口。原定直飞南京的，现在天气恶劣，不知子柔兄有何看法？现在上海沦陷，情况紧急，日本空军正等着轰炸我地面飞机，此时不飞，等待何时？刚才委员长特意来电，让我俩商量一个完全之策。这个大雨确实不适合飞行啊，我建议等天气好转了再飞。邦初兄。这个等待的代价，你我付得了吗？子柔兄啊，这可是13架战机啊！如果明知道天气不好不能飞，硬要飞，谁担责任？我看还是推迟飞行吧。通知发报，让他们推迟飞行。是。报告副总指挥，首批13架H-16雅克机已经从兰州顺利抵达河南周家口。要是您同意的话，我想直飞南京。我已经发去了急电，你没有收到吗？南京在下暴雨，气候很恶劣，还是改日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上海已经失守了。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也悄悄地转移到了北平，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地面的飞机，这比气候危险。我
说高志航，你缺债了？从814之后，我就没想过要生还。那是莫无军纪。你要搞清楚，现在是我指挥你，不是你指挥我。值日官，到。今天不飞了。他们是干嘛的？长官，这位是城里祥云阁的郭掌柜，这位呢就是你想要见的高司令。哎呦，高长官，久仰久仰久仰！祥云阁这3个字是道光皇帝提的，也不是谁都拜的。听说您带兄弟来了，我叫大厨做了几道菜，还请您赏脸。哎呀，你们祥云阁那可是大馆子，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可花不起这钱呢。高长官，您说这话可是打我的脸了。你们连命都喝出去了，我还在乎钱吗？我这是犒劳抗战勇士。这话我爱听。这2位是？过来。高长官，这是咱周家口最大的2位角。哦，你们这边吃着，他们那边唱着啊，让弟兄们助助兴，开胃。没拎着吧？南京下大雨，周家口飞机不能返回。在下一站等我。走了。5分前、南紀からマルキ競歩を乗車したゴーズ班がソ連人から13機の戦闘機を得て今到着港にいる。我々は今回の目的は奴らを全滅することだ。早く乗れ！
我曾经认为你是个优秀的人，但我错了，你是个软蛋，软蛋！我想飞一个理由，我想飞。1937年11月21日，这是高志航殉国的日子。高丽王说，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爸爸回来了，进门就说：“我的小瘪犊子，爸爸把小鬼子打跑了，跟我去南京吧。”他笑着追赶爸爸，一直追到门外的大草甸子，接着他钻进了爸爸那架战机。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天儿很好，太阳金碧辉煌。